欢迎收看丹先生股市研究室。台股时序已进入了第四季，第四季为一年当中台股最好赚钱的一季。台股若要向上创新高，外资势必要拉高台积电的股价。前季请法人又上修了未来对台积电的获利展望，纷纷调高了台积电的目标价。未来美国联准会持续的降息，也将会让企业价值提高，本益比能够再提升。因此本次影片想跟各位股友们分享丹先生对台积电未来估值的看法，以及未来1年半股价的最新走势。首先我们来讨论台积电未来2年的估值分析。根据法人最新预估，2024年及2025年获利分别约为53元及63元，而台积电过往本益比区间约为10到27倍，中位数为15倍。因此我们取本益比区间下缘10倍为超值价本益比，区间上缘27倍为超涨价本益比，中位数15倍为合理价本益比，超值价与本益比合理价本益比中间 12.5 倍为便宜价本益比，合理价本益比与超涨价本益比中间21倍为昂贵价本益比。另外股价估值公式又等于预估获利乘以预估本益比，最终我们可以得出各项估值的价格。不过联准会预估2025年底基准利率将从 5.5% 下调至 3.5%， 大幅降8码的状况下，企业价值将回升。2025年的本益比相对于联准会未降息前的本益比将向上提升 14.97%， 各项估值也将因此向上提升 14.97%。 至于为何大降8码的状况下，本益比将能向上提升 14.9% 呢？先别着急，我们先把未来1年半大家最关心的台积电股价走势讨论完后，我们再来讨论为何降息会让本益比上升。首先，我们来观察法人对台积电未来3年预估获利的走势图。由此走势图可以发现，2025年及2026年的获利成长率都有显著提升，而每年第4季将会开始慢慢反映隔年的获利。通常这一波行情会延续到隔年第1季，如果市场非常乐观的话，还有机会延续到整个上半年。而明年的预估获利相对于今年将成长 26% 以上，成长率非常高，高点有机会挑战2025年的昂贵价到超涨价1219至1643之间。若股价涨到接近超涨价的上缘1643元，可以先行获利了结一趟。积极型的投资人甚至还可以高档防守放空，布局台湾元大50反一。持续到了第3季，本季往往都是1年当中股市最为疲弱的一季。过去3年股价都呈现不小程度的拉回，股价若回撤至2026年预估的便宜价到合理价907至1083元，差不多就是跌幅满足点了。若有台湾50反应的投资人，也可以顺便获利了结卖出，并重新布局买进台积电。接着持续进入了2025年的第4季，又重回了1年当中最好赚钱的一季，曾开始逐渐反映2026年的获利到隔年3月。由于2026年相对于2025年的获利成长率约仅剩 18% 左右而已，相比2025年对于2024年的获利成长率 26% 还少了许多，股价涨到超涨价的机会就相当渺茫。因此股价若有挑战到昂贵价上缘1449元左右，我认为就可以分批获利了结。聊完未来1年半台积电未来的股价走势，接着我们来聊聊为何降息会让本益比向上提升呢？首先我们假设一家公司每年的获利稳定都是10元，20年后累积的获利为200元，企业价值就为200元。不过我们考虑到长线来说，股票市场长期趋势都是往上，钱定存在银行也会增加的情况，货币长期来说只会越来越不值钱。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过去100年美国股票市场的年化平均回报率，相对于无风险资产报酬率大约为 5%， 加上美国基准利率来当作公司未来获利相对于现金的贬值利率。因此若以2024年美国尚未降息前的基准利率 5.5% 来计算的话，贬值利率为美股长期的无风险贴水利率 5% 加上美国基准利率 5.5% 等于 10.5%。1年后公司赚10元折算成现值为 9.05 元，2年后公司赚的10元折算成现值为 8.19 元，累积20年后的企业价值就为 82.31 元。而若以2025年距预估的美国基准利率将降息8码为 3.5% 来计算的话，
贬值利率为美股长期的无风险贴水利率 5%， 加上美国基准利率 3.5% 等于 8.5%。1年后公司赚的10元折算成现值为 9.22 元，2年后公司赚的10元折算成现值为 8.49 元，累积20年后的企业价值就是为 94.63 元。因此我们做个整理，若以上述公司每年获利稳定赚10元，累积20年的获利折算成目前的企业价值来观察的话，2024年美国尚未加息前基准利率 5.5%， 企业价值为 82.31 元，2025年美国降息至 3.5%， 企业价值将提升至 94.63 元，企业价值将回升 14.97%， 本益比也因此向上提升 14.97%。 最后丹先生做出一个总结论，明年上半年台积电股价若有涨到1219元至1643元左右，可以先获利了结一趟。第三季股价有回测至1000元左右时，可以再低接。第四季若反弹至1400元左右时，又可以获利了结出场一趟。以上仅是我客观以历史数据及历史本益比河流图进行的估值分享。台积电走势仍会受到国际消息、总体经济、货币政策有些微的不同，投资人还是需搭配每日大盘3大法人期货、Poker Ratio 值、融资借券等数据来判断台积电未来股价走势。以上内容仅为个人研究分享，并无推介股票意图，投资人仍应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谢谢大家收看。